小师傅，你一个人在这修炼呀？你一个人在这修炼，寂寞不寂寞呀？有，让奴家陪你练怎么样？巴掌！你看，你好粗鲁啊！你把人家推的心脏都开始疼了呢。心口疼，给我揉揉嘛。十全大补丸，缺啥补啥。怎么样，美女，要不要来一个？小师傅，你真坏！孽徒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师傅，我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我特意给你找来渡情劫的有缘人，你倒好，全都赶走了。你一个连男女之情都不懂的处男，怎么飞升？滚！你现在不给我谈够99个绝世美人，就不要回来！什么？这不就是短剧里的高手下山娶老婆吗？师傅，我不。山中修行无岁月，眨眼就是20多年，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爹对不起你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。你就是萧林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沈离的丈夫。沈家入赘的规矩，我得跟你好好说说。入赘？儿子，你爹我投资失败，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把你卖给了沈氏集团总裁的沈离当赘婿了。什么？这不就是短剧里被丈母娘欺负，被老婆闺蜜骂，还被老婆戴绿帽子的窝囊赘婿吗？我不同意。儿子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让一下。什么臭男人，也敢挑挑拣拣不要我们阿离？啊！黑色蕾丝，你敢占我们阿离便宜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松手！小心！流氓！我今天非要……萧然，萧林，我这人没什么耐心，要么你现在答应我入赘，要么我把你绑在床上，日夜操劳，直到我们生出3个孩子为止。
不是吧？山下的女人都这么如狼似虎吗？这架势，他这是把我当成配种的了。不可能，当赘婿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当赘婿。沈总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灵儿，爹欠了沈总5000万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要被赶腰子送去挖煤啊！你上哪儿去欠这么多钱？你上山修炼不花钱吗？还有你打坏的那些山林，不需要维修吗？这些都是需要钱的。难道我不出去潇洒，这些加起来也得有5000万了吧？难怪师傅这么快催我下山，原来是金钱补给一断，感情就散了。灵儿啊，你爹我都一把年纪了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，救救爹吧，救救爹吧！真是5000万难倒英雄父老，要不是大本营卖不出去，我又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也罢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行，赘婿就赘婿，我答应你。但沈总，别乱来啊！那就好。沈总，您放心，我儿子那方面杠杠的，谁是谁知道，包你满意，物超所值。上是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沈总，现在就要试吗？哎，沈总，没必要这样吧，沈总，我后悔了，我不去了，沈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沈总，当然，让他闭嘴。放我下来，沈总。苏妹，立刻给他准备9999个虎鞭和鹿肉熬汤。今晚我就要验货。好的，小姐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四处看看吧。我劝你最好安分点儿，等我晚上回来，再好好收拾收拾。哎！不愧是总裁啊，住的房子就是豪华。别墅里怎么会有男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要不然先收拾一下，咱们再聊。你还敢说？快转过去，不准看！我的衣服在沙发上，你快丢给我。好了吗？还有一件，在哪儿啊？你找找就有了。不是吧？这也能算衣服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姐的别墅里？你是不是想趁机入室抢劫？哎，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抢劫的是你姐，是她把我绑来当赘婿的。你胡说，我姐才不是这样的人。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她还说要给我喝什么大补汤，还要我今晚等着她。你，哎，嚯，这小姑娘居然中的是寒毒，还好你碰到我了，要不然你就死定了。忍住，我现在为你驱毒。
什么呢？你个东徒子，你放开我家二小姐！队长，队长，这里有个流氓在欺负小姐，我们控制不住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怎么回事？那个小流氓抓着小姐不放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我们根本进不了他的身。小姐还没发作，必须得尽快医治，再拖下去恐怕就大事不好了。你去通知沈总，让他尽快叫人过来。至于他，所有人我们一起上，我就不信我们一群人还打不过他一个。喂，沈总，别墅里进人了。进什么人啊？你不要过来！莫名其妙。那手机还你。我的寒毒不是复发了吗？怎么突然好了？你个混蛋！你个混蛋！哎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动什么手啊？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女子也不行。你个混蛋，肯定是在我昏迷的时候对我做那种事情。我做什么事儿了？你还装傻？我的寒毒只有纯阳之气才能缓解，现在我的寒毒好了，肯定是被你……你体内的寒毒是我用灵力压制下来的，我没碰你一根手指头，你可别瞎说啊！你说真的？真的假的？你自己感觉下不就知道了？说的也是，我确实也没有哪里疼。只有纯阳之体才能缓解我的寒毒，那你仅仅用灵力就缓解了我的寒毒？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纯阳之体，而且还是25岁之后阳气丝毫未曾泄露的顶级处男？处男怎么了？处男招你惹你了？你再处男叫，我叫你好看。这就是纯阳之体吗？好温暖啊，好想……你放开我！你再不放开我，信不信我找人了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轻薄你的小姨子，我就叫我姐姐好好收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让人先撤下去吧。右楚的寒毒又发作了。什么？萧林也在场。据保安说，萧林不知对右楚做了什么，右楚就好了。而且好几个保安，没有一个能近萧林的身。那些保安可是我们特意请来的顶级高手，一个能顶普通成年人的20倍，居然这么轻易就被撂倒了。看来这家伙还真是个宝贝啊！既然这样，看来这东西今晚应该能派上用场了吧？萧少爷，大小姐让我给您送的骨头高骨汤。好猛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条件反射，我以为有人偷袭呢。好硬，好大，哎，你别这样，男女授受不亲嘛。怪不得大小姐喜欢你，就连我都忍不住。你说这沈离为什么非要跟我生孩子呢？难道我是什么唐僧肉吗？这么抢手？那当然是因为小帅哥，你靠近点，我悄悄说给你听。
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手还摸呢？苏妹，他是我的人，你刚刚是在干什么？大小姐，我什么都没有干，刚才进来给萧少爷送虎鞭汤，不小心摔倒了，萧少爷扶了我一把。我去，竟然是极品反差绿茶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仆，怎么敢肖想小姐的丈夫？可我刚刚明明看见。算了，难道是我穿的还不够好看？不然萧林怎么不亲近我？趁现在赶紧溜走，他们应该不会发现吧？站住！萧林，你快说，我跟苏妹到底谁更好看？我谁在开枪？哎，你们看什么地方呢？枪又不在我这儿。快去看看呀！沈离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怎么又是他？沈离，嫁给我吧！我知道你在家，给我一个答复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哎呦，这不是沈总的狂热追求者吗？可不是嘛，这小子仗着家里有权有势，纠缠大小姐半年多了，甩都甩不掉。嚯，这种人不就是经典的短剧剧情里赘婿老婆被逼嫁的富二代吗？这个人交给我怎么样？我帮你赶走他，然后呢，我们之前说好的3个孩子，我少生一个。你现在还有心情说这个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江城4大家族之一赵氏集团的公子赵天宇，以他的实力，随随便便就能把你碾死。他要是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就完了。虽然我是被绑来当赘婿的，但我又不是片里无能装睡的丈夫，而且我还要领悟男女之情，不如就拿他来练练手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帮你把他赶走，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来骚扰你。沈离，嫁给我吧！我知道你在家，给我一个答复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唱一首情歌，在每个晚不是时刻。阿离，你是我的亲，是我的干，是我的4分之3。阿离，我的喝什么酒？对你的天长地久。看你走进纯纯的碧海蓝天，纯纯的吗？纯纯的吗？一天每夜都是真的啊。阿离，今天刮什么风？想想都快发疯。这赵家少爷可真够痴情的，这半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打雷，定时定点的过来表白。唉，没办法，这赵氏集团说1不2，势力大得很，我们小姐根本得罪不起。I love you so much。哎，肖先生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赶人啊！萧先生，你可不能去啊！这赵天宇仗着家里的势力，天天纠缠我们小姐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你看他身后那些保镖了吗？都是高手，你根本打不过他。沈离找我做赘婿，难道就是为了应付他？放心，就这点人，我收拾起来简简单单。哎，肖先生，阿离，你的话。乱丢垃圾，噪音扰民，罚款500啊！你他妈谁呀？捡我的花还要我的钱？你穷疯了吧？这不是沈家吗？男的都不让进沈家，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进去的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我是沈离的赘婿，当然可以自由出入了。赵先生，我家沈离对你没兴趣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他了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不客气。知道我谁吗？知道我爸谁吗？你小心我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。爱谁谁，我再咋的不比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强。我操！
干他干什么？干他！看来这小帅哥还是有点实力的嘛。你不能动我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爸饶不了你的。一天到晚爸爸爸的，就你这怂包还追我家沈离呢。遇到点什么事儿就躲你爹后边当缩头乌龟，我都替你感到丢人。你少他妈放屁！你再厉害能有枪厉害？完了，赵天宇带枪了，萧林根本应付不来啊！早知道刚才在房间的时候，我就帮小姐你按住他先吃再说了，这下可惜了。我就不信你的拳头快还是我的枪快！这怎么可能？嘎嘣脆，鸡肉味儿的，挺好吃哦。巧合，我不信你还能再接着。再来！就这？大小姐果然挑了个宝贝啊！太太是枪的问题，快给我还我枪来！这你还不死？去死吧！这下总死了吧？这可是军工构造的加特林，射程千里，钢板我都给他打成骰子。这他要是不死，老子头扭下来给他当球体。这话我可记住了啊！你还活着？这可是军工构造的加特林，你毫发无损。你这枪也太软了点吧？这军工构造的加特林，你给他捏碎了。我记得你刚才不是说，只要我不死，就把头拧下来给我当球踢？现在该兑现承诺了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纠缠沈离了。你高抬贵手，我高抬贵脚，你饶过我这次吧。记住了啊，以后别像个苍蝇一样纠缠我家沈离，再敢出现在他面前，就不只是捏碎枪这么简单了，懂？你是谁？小爷我叫萧林，记住了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大哥，你车不要了？这就是你找来对付四大家族的人，倒是有点本事在身上嘛。可是赵天宇背后可是赵氏集团，也不知道萧林为了我得罪他，到底是福还是祸。况且他连真相都不清楚。什么真相啊？你这未免也太快了吧！哎呀，没办法，能力太强了。哎，沈总，我都已经帮你把他赶走了，那个要求是不是可以答应我了？孩子的事情以后再议，重点是你已经彻底得罪了赵天宇，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，而且赵家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萧林，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无所谓，小爷我从不回头。哎，那我爸欠的5000万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？当然不行。哎，姓沈的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们刚追剧也是有尊严的，你不能光让马儿跑，不让马儿吃草吧？我都已经帮你把他赶走了，你不得表示表示，给点补偿吧？行啊，那我们就继续刚才的事情，让我看看你的尊严到底值多少。
小帅哥，好好伺候大小姐哦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到底配不配得上你的尊严。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沈总，这当赘婿可真够苦的，辛辛苦苦忙一晚上，到头来尊严只是200块钱，这还不如我卖十全大补丸赚得多呢。哎，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小帅哥，你醒了。沈离一早醒来就去公司了，特意交代让你在家自由活动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想在家自由活动，和我活动也行。不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可惜了，我们来日方长。爹，我回来了。我一定是还没睡醒。好儿子，你爹我欠债太多了，就先溜了。你要好好照顾沈总，早日替爹还清欠款。哟，爱你的老爹刘。不是吧？老爹把家搬得也太干净了吧？这合着真是把儿子卖了个彻底，一点念想都不留啊！1天200，5000万，算下来是57490多天，折算下来是684年。孙悟空才被压了500年。我比他压的还久啊！不行，我得去赚点外快了，总不能真被女人压一辈子吧。操妈的！小林那个杂碎，还沈林那个混蛋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！赵天宇，你遇到问题就只会回家拿东西泄愤了。哥，这么沉不住气，怎么做我赵家的2公子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哥，我今天被欺负惨了。那沈离不知道从哪找了个赘婿，把我带过去的保镖全收拾了。所有的保镖都被收拾了？可不是，那小子不简直是个怪物！他不仅徒手捏子弹，还单手把我加特林给捏碎了。我那可是军工级加特林，他就这么轻轻一捏，碎了。有点意思。他叫什么？我亲自去会会他。哎，哥，这是我跟沈离的个人恩怨，这你要以家主身份插手，传出去我赵二少抢个女人还要靠家族审理，这没面子呀！这萧林不是说我枪软吗？我找到牢，我打断他第3条，我就打他第3条。云梦江城，修仙门派倒闭了，无良师傅吃喝嫖赌欠了5000万，带着女弟子跑路了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卖神药还债。原价9990多万，现在只要99块9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喽！老板，你这桌子上什么都没有，你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？我卖的是十全大补丸，吃啥补啥，怎么样？一可见效。
开什么玩笑？哪里有什么都能治的药？你这肯定是假药。多少钱啊，老板？我这里呢不讲钱，只讲究缘。我倒要看看是谁会买假药。来一颗。哎，好嘞。走，做好了。这不就是一颗麦丽素吗？就是啊，老板，太过分了吧？这超市5元一大袋，你这卖99，你这明摆着坑人钱嘛！什么麦丽素？我这十全大补丸，吃啥补啥，你懂什么？我倒要看看这个麦丽素哦不，药丸到底有什么效果？这明显是假药，下次退钱。不应该呀，以前我搓的药，不管怎么样都会有效果的。难道是我下山后洗澡太勤快了，把纯阳之气给洗没了？哎，我这药有用，你还打人，这不纯医闹吗？啊，抱歉啊，老板，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。老板，我也要买。我说了，我这药啊是卖给有缘人。我懂。不就是想泡妞吗？装神弄鬼。老板，别总给女孩看啊，也给我看看呗。你这开门做生意的，总不能挑客啊。行啊，拿钱。别急啊，你先看看我有什么问题，别看不准啊。谁知道你是神医还是骗子？你确定要我当众说出来？我为人光明磊落，没有什么不见人的。倒是你，该不会是江湖骗子？看不准吧？你眼色青黑，唇色苍白，阴盛阳衰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说，这位大哥，你慎虚。这位大哥，你慎虚。这小伙子看着挺壮实，原来是大树挂辣椒啊！难怪脸色看着不好，原来是肾虚啊！你他妈说谁肾虚呢？敢在这胡说八道！你信不信老子今天把你这卖炸的烂摊子给砸了？我能治。啊，神医啊不，义父，救我！我说了，我这里只讲究缘。啊！喂，老板，我要一个治脱发的。老板有没有美白的？老板，啊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小神医，给老夫爷看看吧。老夫刚才在一旁看你诊病，手法奇特，言出必中，倒也有趣。不妨给老夫爷看看，看看我这把老骨头有什么不妥呀？不用看了，你今日必死。你今日必死！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信不信我？不无礼！老板，你搞错了吧？这位老爷子面色红润，声音也洪亮，一看就是长寿之相，怎么可能今天就死啊？就是，老爷子精气神看着这么足，比年轻人都硬朗。小伙子，你不会看着人家衣着鲜艳，还带着保镖，就想钓大鱼，多要钱嘛？小伙子，你说我今天就死，可是有什么依据？就凭我是神医。够了！我看你就是江湖骗子，也不打听打听我家老爷子试试。我家老爷子常年靠着家族秘方调养，平时更有千年人参、百年灵芝温养脏腑，身体健康着呢。你敢咒他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没错，我有家族传承的延年益寿妙法。就算现在到了阎王那里，凭着秘方，我也能再拖个3年5载的。我看你今天是诊错。老爷子，您撑住，快打120，再联系家族私人医生。慢着，别白费功夫了。
他现在体内毒素已经侵入五脏六腑，而且魂魄已经离体大半，现在移动他或是频繁刺激，都会加速他的死亡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你放屁！老爷子身体一向康健，你凭什么说他中毒？你别管凭什么，我说中毒就是中毒。你要是还想人活着，就把他放下。嘿，你个摆摊卖假药的骗子！别人夸你几句，真把自己当神医了。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我只说一遍，赶紧给我让开！耽误了治疗，你赔得起吗？废话真多。你，我的天，这些人都被定住了！天地玄风，万气归根，广消一劫，正无神功，三界内外唯道独尊，复印无神，体有金光，引魂归身，剧毒还阳。别看了，你晕倒了，差点歇菜，是我救了你。多谢小友，今日若不是小友出手相救，老夫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老夫愿用重金以酬。重金就不必了，我只是暂时维持你的生命。你体内的毒素根源还在，7日内若不彻底清除，你依旧难以毒素。老夫一向谨慎养生，也从未得罪过什么人，怎么会中毒啊？你是林家家主林振雄，20岁开始接手家族产业，40岁将林氏推至4大家族第2，5年前开始修炼家族秘法，延年益寿。你还有一个堂前进教的孙子叫林浩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你那位孝顺的孙子林浩，在你日常的膳食和汤药中动了手脚，你体内的毒就是他下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家少爷最是孝顺，每日亲自侍奉汤药，嘘寒问暖，怎么可能下毒？你他妈少在这挑拨离间！信不信随你。小友，非是老夫不信你，但兹事体大，还要仔细彻查。倘若真是我那不孝孙有问题，老夫愿与你结为忘年之交。今后我林家资源任你差遣。好说好说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你今天没死，他必定会再次动手。这罐汤药可保你7天内安然无恙。7天后，你举办家族寿宴，邀请家族所有核心成员。届时我会亲自到场，帮你找出真凶，是不是他，当场便可得知。好，7日之后，林府扫榻相迎。7日之后，林府扫榻相迎。唉，亲孙子不干人事儿，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啊！神医，给我来个赤眉多发。你干什么呀？别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老爷子，刚刚那人不仅能一眼看出您的身份，更是能轻易击败我和小乙，绝非常人。您就这么放他走了，会不会？这小子不仅医术高明，武功也是深不可测。遇到事情不慌不忙，稳重有度。这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只能交好，不可交恶。我记得晚清今年有20岁了吧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7天后的宴席倒是可以撮合他们认识一下。小姐近几日一直在公司磨练，据说几天都没有回家了。要是知道你又给她搭红线，怕是又要埋怨你了。晚清这孩子心地善良，聪慧过人，
比起浩儿来更适合接管家族产业。只可惜呀，她是个女子，要是继位，恐怕阻力不小啊。那少爷那边，您真的要怀疑他吗？他毕竟是您的亲孙子。人心隔肚皮呀，尤其在这种富贵之家里，因为钱财生出的龌龊事儿，老头子我见得多了。浩儿那边你先盯着点，一切如常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沈家那边最近有什么动向吗？前些天传出消息，赵天宇上门求娶沈离，被沈家打了。赵家封锁了消息，没查出内情，但隐有传闻说是沈家赘婿的。赘婿？这个沈离倒是聪明啊。这赵家在4大家族中排行第1，实力强劲。沈离放着赵天宇不选，偏偏选了赘婿。正因为赵家排行第1，才不能选赵天宇。我林家虽然排行第2，但是根基稳固，稳扎稳打。王家第3，却也底蕴深厚，源远流长。只有沈家，当年因为内部纷争，错失了发展良机，就快跌出4大家族之列了。近些年更是只有沈离一个出色的后辈，要是真选择了赵天宇，恐怕4大家族就快成3大家族了。原来如此。这些年赵家占着排行第1，行事霸道，那个赵天宇更是被赵家娇惯得不成样子。这次被沈家的赘婿一顿教训，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恐怕后续还有风波。你多关注一下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要是浩儿真有问题，就只能用重金请萧小友来做林家的赘婿了。今天卖了28颗药，1颗99，那就是2772块钱。以后我也是有私房钱的男人了，嘿嘿。小子，就是你叫萧林是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来了江城这个地界，你见了你虎爷我，还不赶紧跪下问好？就是，这一片都是我们虎爷照的，谁见了不得给3分薄面？你要是10香脸，就跪下给他磕3个响头，说不定今儿个虎爷心情好，还能饶你一命。跪下？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小爷我跪下？还虎爷？我看呀，就是一只小猫猫，除了嗓门大点，也没什么别的本事。小子，你还敢嘴硬是吧？看来老子不给你点好看的，当我这虎爷是白叫的。上！你小子看来还真是有点本事，难怪有人出50万说奶你3条腿。50万？是赵天宇请你帮忙的吧？除了他这么没出息，我也想不出别人。是赵少找的，但我虎爷有我自己的规矩，我最欣赏有本事的人。要不这样，我只废你的第3条腿，这样不仅不耽误你走路，还能断了你跟赵少抢女人的念想，怎么样啊？我发现你们这帮山下的男人是真有意思，自己软的不行，还嫉妒别人硬，还要废我的第3条腿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们配吗？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要自己找死！我什么酒都不吃，你们要打就快点打，别磨磨唧唧，我还要回家吃饭呢。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人，坟头草都已经2米高了。兄弟们，废了他！哎呦，年轻就是好啊，倒头就睡啊！妈的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小猫猫，现在滚过去给我把钱捡起来，
跪下认错。我姐，哥，钱都在这儿了。这还有赵天宇给我的50万，我也都给您了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当初真是不应该听赵天宇的话。求求你，大人不计小人，你饶了我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非得挨顿打才老实。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帮赵天宇做事儿，就不是挨顿打这么简单了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，滚！好，走，这。哎呀，今天的收获真不错，距离5000万又近了一步。你一下午的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去摆摊赚钱，早日还清债务。辛苦了一天，买包荷花犒劳自己，不过分吧？那个，你放心啊，我会早日还清5000万的。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我今天这么努力的份上，咱少生优生，就生一个孩子好不好？还剩4949万7048。哦不，28。照你这赚钱速度，咱的孩子都生孩子了，你都还不完。对呀，姐夫，你这摆摊得卖到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？在沈家当赘婿多好，有吃有喝，还不用风吹日晒，多舒服啊！是啊，小帅哥，在沈家我还能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行吧，赘婿就赘婿，你们说了算。什么赘婿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消停摆摊卖药的私房钱，你忙活了一下午就赚了这么点儿，要我说，就你这条件，卖身都比卖药赚得多，不如多吃点韭菜腰子，说不定能早点还清债务哦。好了，说正事，7天后，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振雄会举办一场寿宴，到时候江城4大家族的人都会去。赵天宇追求你不成，宴会上必然会使绊子。还有那个坏蛋堂哥，他早就看姐姐当沈氏集团总裁不爽，这次宴会他肯定是想奚落姐姐。怪不得沈离要招赘稳住地位，果真是内忧外患。阿离，要不咱们别去了吧？不，这宴我还必须得去。沈家即将跌出4大家族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林家保守，不愿掺和是非，但王家必然会赴宴。我若是能争取到与王家合作的机会，说不定沈家的危机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沈家的危机，我可以解除。解决？拿你赚2000块解决啊？我劝你还是好好在家助我生孩子吧。况且你还得罪了那个赵天宇，小心被他们报复。晚了，他已经报复过一次了。算了，反正寿宴那天也会跟他们碰上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小林那小子，他根本就不是人呐，他太能打了，他一个人把我10几个兄弟都给打趴下了。一群没用的废物！我花了50万请你们办事儿，你连个赘婿都搞不定，你还有脸跟我说？对，您说的对，我是废物，但我这兄弟们都受伤了，我得给他们送医院去。您看这尾款20万，您啥时候打给我呀？你他妈还好意思提尾款？任务都给我搞砸了，我没让你赔我损失就不错了，还想拿钱？做梦！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既然他不愿意给钱，咱们就换一个老大。哪来的穷小子？穿成这样，你想进林家寿宴？你有请帖玩就进，没有的话赶紧滚蛋！别在这添乱。呀，
这不是沈家那个窝囊赘婿萧林吗？就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，也妄想混进林家寿宴啊？看见没？有这个。哎呀，我吧跟你不一样，我没有这玩意儿也能进。没有请帖还这么嚣张，没有就赶紧滚蛋！别在这碍贵客的眼，耽误了林老爷的寿宴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萧林，少他妈装模作样了！这拿个破手机给谁打电话呢？这难不成还想叫人给你过来撑场面？就凭你这样，能叫过来什么人？还是别白费力气了啊！我到了，在门口。是不是装模作样？待会儿不就知道？你肖小友，啊，我都等了你半天了，你怎么还在门口站着呀？哎呀，我早就来了，这不这俩人不让我进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这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们也敢拦？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人被开除了，还不赶紧滚！肖小友，行。我说过，没有请帖也能进。周天宇，我快到宴会厅了，还不赶紧来接我？好。萧林，你死定了！今天我哥在，我要你好看！王总，还请和我们沈家合作，我相信只要我们联盟，一定能够合作共赢。沈总，赵家在江城的势力你也清楚，这些年他们行事向来霸道，结盟的事还是容我再斟酌一下吧。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哦。萧林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怎么还和林老爷子在一起？我之前卖了他十全大补丸，他觉得我的药好，就请我来参加寿宴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肖小友，你跟沈总是？啊，我是沈丽花重金买来的坠。沈小姐还真是眼光独到，一早就花重金聘请了肖小友。肖小友啊，寿宴马上开始，老夫先回避一下，你随便逛逛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。萧林，林老爷子这2年身体不好，你卖想要丸给他的时候，你也注意着点。这要是出什么事儿了，沈家如今的实力只能尽量保你无虞。而且今天赵家也来了，尤其是赵天宇的哥哥赵天辰，极为难缠。这次你就好好待在我身边，不要乱跑。放心，他们我见一个收拾一个，还用得着躲着他们？你爷爷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我亲手给你雕刻的寿礼，希望你喜欢。吉祥福满，沉香如意。拍卖行价值1000万的沉香木，竟然被林小姐拍走了。好孩子，这个礼物爷爷很喜欢。这沉香木的雕刻难度可不低啊，小姑娘真是用心了。怎么看上人家了？整天就知道在外面沾花惹草。我哪有啊？有你一个已经够辛苦了，再来一个我可扛不住。哥，他就是萧林。爷爷，孙儿祝您福寿绵长，松鹤延年。这尊玉佛是我遍访名家，耗时3个月才找到的稀世珍品，愿他祝您身体健康，岁岁平安。不愧是林少爷，真是孝心可嘉。这石佛一看就是上等和田好玉，雕工更是精湛绝伦。这样的极品，怕是踏遍多处也能。林老爷子真是有福了。区区烂木头，怎么配得上爷爷？你，哎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是爷爷的好孩子啊，让爷爷看看。等等，我看这玉佛并非是贺寿的祥瑞之物，而是置人死地的毒。这小伙子谁呀？敢在领导的寿宴上这么说话，不怕被赶出去吗？这可是林少爷费心找来的稀世珍品，怎么可能是毒物？这小伙子是疯了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毒物？少莲，你确定吗？这可是林家寿宴，你要是说错了，可就得罪林家了。一看你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子。这是我遍访名家寻来的珍品玉料，这片玉料价值千万，你少在这信口雌黄。稀世珍宝，我看是特地找来的藏毒容器，少在这血口喷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进来混吃混喝的骗子，故意在寿宴上捣乱，对吗？来人，快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看谁敢！他是我请来的贵宾，我看谁敢赶他走。萧逍遥，你确定这尊玉佛有问题？确定。这是一种罕见的剧毒，别看它只有这么小一点儿，但是它会顺着玉石的纹理渗透，最终侵入五脏六腑，毒发身亡。而且这种毒跟你之前中的是同一种。这不就是普通一个黑点吗？你有什么证据就说它是毒？当然有，而且我还可以验出来。这种毒遇到至亲之人的血会有反应，只需要林老爷子直系亲属的一滴血就可以。若是这玉佛有毒，则出血的人就会毒发；可要是他没毒，则出血的人自然没事儿。既然你说他没毒，那你敢不敢自证清白？有何不敢？但谁知道你有没有在后面搞什么把戏？万一这血滴上去，你在后面偷偷的对我和玉佛动什么手脚，污蔑我怎么办？这血我不滴。怕我动手脚是假，怕露馅儿才是真的吧？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想挑拨我跟爷爷的关系吗？爷爷，你愿相信一个万人都不愿相信的亲孙子吗？他不敢，我敢。爷爷，你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危险也不行。萧先生，我愿意一试。林小姐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站远点啊！既然你不敢，那我只好帮你一把。你居然真的是你下的毒？还真有毒啊！这林家小少爷看着挺孝顺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歹毒，连亲爷爷都害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孽障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哎呀，这玉佛的毒性啊，非常的强，短时间之内就会侵入五脏六腑。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怕是毒素早已侵蚀内脏了。要是短时间没有特定的解药的话，最终会五穴尽失，沦为普通人，甚至会变为一个残废呢。天真哥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这都是你帮我找的，你一定有解药，对不对？林浩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给你毒药了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赵天神，明明是你说。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林浩，我自认为待你不薄吧？你哪次向我借钱周转，让我替你遮掩那些荒唐事的时候，我没帮你？哎，你倒好，事情败露了，就都推到我头上。你这可是恩将仇报啊！爷爷，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不该鬼迷心窍给您下毒，我不想变成残废，真的不想。我以后好好孝顺您，求您看在咱们祖孙情谊份上，救救我吧！你该求的人不是我，萧先生，求求您救救我，只要您救好我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萧先生，只要您救好我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林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今天的下场
都是你自找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从今往后，不准他再踏出林家半步。今日寿宴招待多有不周，二位若无事的话，就请自便吧。既然林家主罚了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这该死的少林！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咱们的计划早成了。这林家早成咱们的囊中之物了，都怪他。你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就算他搭上林家又怎样？在这江城，还不是我赵家说了算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赵家的下场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爷爷还撑得住。萧小友，今天多亏你帮忙，否则的话，老夫恐怕今日之恩没齿难忘。从今往后，林家的资源随你调遣，老夫绝无二话。哎，好说好说。现在真凶已经找到了，不知可否萧先生帮个忙，解开我爷爷身上的毒？哦，瞧我这脑子啊！10全大补丸，7日之内必定药到病除。多谢萧先生啊，没事，林小姐，我这也是看你一片孝心的份上。先前你不顾危险去试毒，勇气着实可嘉。说到我这个孙女婉清，自幼聪颖，对医术也略有研究，还在家里搞了个小药房，收藏了很多的医术古籍。萧小友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让婉清带你去看一看。你们年轻人也好交流，总比陪我这个老头子强。不必了，林老爷子，多谢您的好意。不过，萧林也是我沈家的赘婿，他们2个孤男寡女之间还是避讳点好。赘婿？难道你就是前些天在沈家门口教训赵天宇的那个沈家赘婿？没错，萧小友还是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不过我听说沈家并没有办婚礼，萧小友有没有换家做赘婿的打算呀？林老爷，我跟沈小姐的感情非常好，只是羞于表达，所以没办婚礼。这个我俩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，多谢老爷厚爱。好吧，日后如果萧小友改变主意，可以随时来找老夫。老夫岁数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萧小友和林小姐就自便吧。林老爷子，请留步，我有些事儿想跟您谈谈。你是想说4大家族的事情？嗯，好吧，请跟我来吧。萧先生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，不仅能徒手接子弹，还懂医术，难怪我爷爷对你赞不绝口。哈哈，林小姐过奖了，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。雕虫小技就能救我爷爷的命？萧先生，不如我们留个联系方式，以后我若是遇到了麻烦，也好向你请教请教。别，林小姐，我现在是沈离的赘婿，这样不好。赘婿而已，又不是钉死在沈家了。刚刚你也听到了，我家也缺个赘婿，像萧先生这样的人才，我不介意撬一下墙角。不用了吧？沈离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，甚至还能让你翻身做主人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林小姐，我现在跟沈离挺好的，就不考虑别的了。为什么？你看我身材比他好，脾气比他好，你跟着我以后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林小姐，你还是自重一点吧。你怎么看都不敢看啊？沈离平时都不让你看的吗？萧林，跟着我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干什么？沈总难道看不出来吗？
跟我没关系，是他先动的手。林小姐，萧林是我的丈夫，你这么做不合适吧？还请你自重。丈夫，他不过是你沈家的赘婿而已。况且你们都没有领结婚证，算什么福气？既然都没有结婚，怎么能算抢呢？能不能抢到，那就各凭本事了。林小姐，您家怎么说也是清正之家，就算我没有跟萧林领证，也不是你插足的理由吧？什么插不插足的？我只知道价高者得，1个亿，你跟着我，我让你翻身做主，怎么样？你怎么选？那个二位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我有点内急，10万火急的那种，先失陪一下啊。沈总，看来萧林对你也不是死心塌地的嘛。他是我的人，这点不会变。那可不一定，感情这种东西向来是能者得之。沈总，咱们走着瞧。还好跑得快，要不然再待下去，这俩女的非把我生吞活剥了不可。谁？哟，这不虎爷吗？你这是来寻仇来了？少林，求求您，收我为小弟吧。小弟？我不收小弟。哎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肖哥，前几天你轻轻松松的收拾过了10几个小弟，您可太厉害了！我虎爷，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，我现在只佩服您。求您收了我吧！您要是不收我，那我可就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肖哥，求求您收了我吧。行，那我就收了你吧。不过呢，我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，你去潜伏在赵天宇身边，帮我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得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啊，还好这人好解决，不然真是头大。这位小友，我可否认识一下？是你？指定，你们认识啊？是呀，爷爷，上次吃了他的10全大补丸，我身体好了不少呢。而且之前我就跟您说过他就是救了林爷爷的神医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之间的缘分倒是不浅呐。萧小友的能力刚刚啊，可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哎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还请小友收下。我们同为4大家族之人，日后啊要多多交流。我记得这王家家主是沈离一直想要交好的对象吧？好说好说，交流感情嘛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交呗。我瞅着那边啊有个茶室，走吧，咱去那边聊聊去。哎，好好好。萧林，这么晚了，不如让我送你们回去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们有车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我随时有空啊。有空常联系啊。萧林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每次能轻而易举的帮到林家？你是不是对那个林婉清心动了？你觉得林家比沈家好，想换个地方当赘婿了？沈总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我每次想到你跟那个林婉清在一起，你就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吃醋了。怎么可能？不管怎么样，在你没给我生够3个孩子之前，你休想离开沈家。哎呦，这么霸道呢？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去找林小姐了。毕竟她吧，温柔大方，还能帮我还5000万，还不比我生孩子。这么想想，哎呀，萧林，我告诉你，我沈离没有离异，只有丧偶。你这辈子
不管是死是活，都是我的人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我根本熬不到3个孩子出来，我就得英年早逝了。哎，我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冤家，昨天晚上那么大动静，害得人家一晚上都没睡好，你就不能补偿补偿人家吗？我也不要多，1个孩子就够了，怎么样？那个，我爹突然叫我回家吃饭呢，我先走了啊。谢凤，你昨晚辛苦了，这是给你的牛奶，吃完喝了吧。你该不会也……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小姨子，你可不准对我有非分之想，不许哦！不要啊！连沈右楚都沦陷了，这哪是沈家，分明是盘丝洞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岂不是很快就要被吸干了？不行！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摆摊儿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十全大补丸，壮阳补肾，丰胸美容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！林哥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天塌下来了？虎爷让我来报信，说是沈家出大事了。什么？今天赵天一晨和赵天宇2兄弟忽然带上所有人手去了沈氏集团，虎爷不放心，已经跟着过去了，估计现在那边已经闹开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带路啊！这里是总裁办公室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总裁，沈离，你马上就不是总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联合了其他旁支股东，掌控了公司30%的股份，超过了你的25%。现在我才是沈家最大的股东。我们现在要求立刻罢免你的职位。沈明，你勾结外人，出卖家族利益，对得起沈家吗你？成王败寇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。沈总，请吧。哎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风水轮流转。你说你何必选萧林那个废物？要我说，当初答应我的求婚多好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肯嫁给我，我给你弄个挂牌的总裁当，怎么样啊？赵天宇，你卑鄙无耻！赵天宇，你卑鄙无耻！我给你脸了！以前要不是看在沈离份上，你真拿自己当根葱啊！不过这仔细一看，你还蛮有姿色的嘛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这不这样吗？他给我当大佬，你给我当小佬，只要你们2个都同意，我就放过沈离。我跟你拼了！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让你走不出这栋楼。赵天宇，你够了！这是我们2家之间的事儿，与他无关。你说放就放啊！俗话说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看在以前我们还有点交情的份上，你现在乖乖走人，我还可以不那么为难你。这否则呀，我看谁敢让他走！我看谁敢让他走！萧林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臭男人，你怎么才来？我们都快被欺负死了！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哥来了，我哥带着人来了，你别过来啊！哦，那我倒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厉害。愣着干什么？上马干他！老大，叫什么动手啊！上吧。是。烧呀！
就是你，老大。实话告诉你，老子现在已经弃暗投明了，萧林才是我老大。老大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，跟着他总比跟着你这个废物强。咋了？咋了？哥，你看到了，根本不把赵家放眼里。你快动手，替我出出气。哎，打不过就叫人，说你废物，还真是没说错呀。邱先生，知道你武艺高强，不过现在啊，早就不是武力能决定的。股权协议就在这儿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即使你再强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沈家要倒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我劝你啊，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萧林，赵家这次是有备而来，你又是局外人，没有必要为了我掺和其中。那怎么能行？沈家要是倒了，我上哪儿去当赘婿啊？你的软饭我还没吃够呢。这沈家我保定。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非要自讨苦吃，就别怪我赵家不留情面。来人，等一下！哎，你是不是得意的太早？就你会叫人啊？就你会叫人啊？肖小友，我们来晚了。洪振雄、王后群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陈总，这是我林家收购的沈氏10%的股份，协议已经签好，转给你了。沈小姐，我王家也收购了10%，同样转给你。20%加25%，沈离持股45%，稳居第一。你觉得你们还有戏吗？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收购股份，必须要有精密的计划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？不早不晚，比你快1天。不可能啊！我们做的那么隐蔽，不可能有人泄密。哎呀，这种小事我掐指一算就知道了。我一算到沈家有事儿，我就猜到是你们。毕竟这年头，把反派2字写脸上的可不多见了。林振雄、王后元，我赵家自认为跟你们无怨无仇，你们确定要跟我们作对？你少拿赵家吓唬我！我当家主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奶呢。先不说萧先生对我有恩，你们赵家野心勃勃、横行霸道，早就惹了众怒。与其等你收购了沈家再对我们动手，不如我们先联合起来，共同抗敌呀。好，好得很。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都去死吧！来人！我的妈！我以为赵天宇有枪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藏了这么多。哎，你这是一个小型武装部队吧？你倒是还挺看得起我的。就算你能以一敌10，以一敌100又怎样？看清楚，我们手里边可是有家伙事儿的。杀你们几个绰绰有余，正好省得我费心去吞并4大家。动手！杀你们几个绰绰有余！动手！他们要是死在这儿，公司会不会有麻烦？会，如果被打成筛子，警察那边说不清呢。家主，不好了，赵家老宅被一堆子弹打塌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，一个平平无奇的陆地神仙境的凡人罢了。哎，你们还不走？反正我送你们了。小弟们都走了，那你们……你别过来！我们可是赵家的人，动了我们，赵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杀人可是犯法的，你不是神仙吗？你这样有损公德。哎呀妈，差点忘了功德了，真麻烦。
对我做了什么？杀人呢，我不行，但是折磨你的方法我有好多种呢。萧林，这是什么？萧林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呀叫养阳符，中符咒的人会奇痒无比，直到脱离为止。萧林，你这恶趣味还真是没变。赵天宇、赵天辰，你们涉嫌走私军货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两个是我干的，都是我干的，抓我，快抓我！但是我可以，抓我，我要坐牢，我要坐牢！哎呀，差点忘了还有你呢，别急啊，你也有份啊！不！这是什么符啊？他怎么没事啊？这个呀叫倒霉符，等着吧，他接下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多谢二位家主出手相助，才能帮助沈氏度过这次难关。沈总不必客气，我们也是看在萧先生的面子上。没错，萧先生与我们有恩，帮助沈家也是应该的。况且四大家族同气连枝，本就该守望相助。现在沈家的危机已经解决了，我们也不必多留，告辞了。这位虎爷，我们还有些话想跟萧林谈谈，请您先行离开吧。好说好说，老大，那我先撤了，走。你们别过来啊！我警告你们，我可是正经人啊！我要报警了！所以你已经修到了陆地神仙境，下一步就能渡劫飞升，下山只是为了体验人间真情。原来你是神仙啊！那跟你在一起，岂不是会很爽？我还没玩过陆地神仙呢。沈总，你说说它是什么味道呗？那这么说，萧林哥，等到那时候，你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我的修为快要突破了，我就得回山里渡劫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我们还没生够3个孩子呢。只要修为一到，到时候不想走也得走，谁都留不住，我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赵家的兄弟不是都被抓进去了，沈家的危机已经被解除了，你也不着急要孩子了吧？我不管，我爱生，我就要生，你管得着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生。哎，等等，自从萧林来了之后，你就一直霸占着他，我们都还没尝过味儿呢。沈总，你这就不厚道了吧？苏妹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萧林是我的丈夫，我凭什么要分你一份？我劝你最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你们都还没领证呢。再说了，好东西不应该见者有份吗？你问问大家是不是啊？苏妹这话糙归糙，但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。萧然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嘛。幼楚，你觉得呢？姐姐，萧林哥他其实人挺好的。看吧，大家都这样觉得。那要不干脆我们来排个班吧，周一到周四。哎，等等，我还在呢，你们要不要当着我的面这么放肆？我是什么女人的玩具吗？闭嘴！那就这么说得了，今天我先来。凭什么你先来？再怎么说，轮也该轮到我了吧？我也要。不好，
我的噩梦成真了，这哪里是赘婿，分明是唐僧肉啊！不行不行，36计，走为上计。想跑？既然你这么不识相，那我们就不用排班了。救命啊！这哪里是什么人间真情，这是人间炼狱啊！哎呀，我的腰啊！不好，修为突破了。这是给你刚熬好的虎鞭鹿肉汤，你快趁热喝了吧，补充一下体力。今晚我们再好好生孩子。姐姐这还有更多好吃的，等会儿都试试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最近看了不少学习资料，又学了很多新东西，刚好今晚我们实践一下。幼雏也是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谢谢大家，不过不用了，我的修为已经突破，很快就要回山里渡劫了。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不想生孩子就算了，没必要找这种借口啊。是啊，这么多年都没突破，怎么可能说突破就突破了？大不了我们以后不逼你就是了。我没开玩笑，这是真的。我的修为已经足够，渡劫就在这2天。那你打算啥时候走啊？大概过2天吧，我得先回山里准备一下。不过在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肖林哥，我害怕。放轻松，我会轻一点的。好痛！忍住，等进去就好了。不行，太深了，不行。忍住，还差最后一步。你的寒毒太深了，非1日可以化解，但我也没有更多时间了，只能兵行险招。张嘴。谢谢肖林哥哥。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他的寒毒已经被我彻底消除了。那他怎么还没出来？我去看看。哎，我的血至纯至阳，他用了难免会晕一会儿，让他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寒毒的事儿，多谢你了。无妨，只是寒毒已消，我也该走了。你们不用这样吧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只要缘分到了，我们自然会相见的。我不管，这辈子我认定你了。既然你迟早要走，那走之前先跟我结个婚。从今以后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我也要结婚，总不能让我不明不白的跟着你吧？一直没给你办手续，亏待你了。还有我，肖林哥，我也想嫁给你。不行不行，重婚是违法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，这样总行吧？留个纪念嘛。哎呀，别犹豫了，赶快去换衣服。准备好了吗？需要一个。照顾好自己啊，审视以后就靠你了。有事儿可以找林老和王老，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会帮你的。
你们也多保重。萧林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找，我会等你一辈子的。我们等你回来。阿离，你们怎么会这样？快叫医生来！